那个时候我家住在上海的英国租界，在1948年的冬天晚上，我父亲参加一个晚宴回来，刚刚走到家门口，就被日本的便衣宪兵押上汽车，然后这个汽车就开到日本租界，到这个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的海军武官府，那是日本的一个情报机关。在这个办公室里面，坐在办公桌上，坐在办公桌后面的是我父亲在日本认识的老朋友，他叫做司岗，现在他的官阶已经是海军上校，他担任上海日本海军武官府的武官长。他见了我父亲，很严厉地问我父亲：谢文达，日本到底什么地方得罪你了？你为什么要叛变跑到中国去？我父亲没有说话，然后他又说：你知道吗？在日本方面你是叛国者，同时也违反了叫做后备军人法。在中国方面，蒋介石的蓝衣社 KTV 认为你是汉奸，也要你的命。现在中日两国都要你的命，你想想你的处境，能够救你的只有日本，但是你要答应某种条件。我父亲不讲话，于是西鹤就扔了一本册子给我父亲看，你看看这个你就知道了。那个册子的名称是《锄奸录》，我父亲写在第一名，谢文达。在这下面的备注栏里头有写：查该员尚无明确的通敌证据，宜暂缓执行。后面大概有将近30个人的备注栏上都在写了某年某月某日已经执行了。我父亲看着这个目瞪口呆，根本话都说不过来。我们日本能够抓到你也是靠这本册子，这是中国对你的一种回报。你对中国那么效忠，结果还是中国出卖你。那现在你如果想活的话，你要答应日本方面派给你的任务，就是你要到傀儡政权去做事情。你愿意去吗？我父亲不讲话，就表示没有办法。我父亲事后说，他心里面难过的不得了。然后徐鹤又说：你上有父母，下有妻儿，你都不考虑吗？就问我父亲，我父亲也不讲话。后来徐鹤又问我父亲一句：你现在还在抗日吗？我父亲也不回话。这个时候 Okino 就说了，谢文达沉默无言，就表示他现在不抗日了，这个没有问题。然后徐鹤就说：你能够到中国的方面工作吗？也就是说为日本工作的傀儡政府吗？我父亲说：这个有难处，你叫我以后有什么脸见人？我很抱歉，我不能。然后徐鹤就说：为了表示你不是抗日的，你愿不愿意到刚刚成立的叫做中华航空株式会社上海支社，现在还欠一个支社长，我派你去担任中华航空株式会社上海支社的支社长，你答应吗？这是一个民间性的组织，跟政治无关的。在这种条件之下，我父亲只好答应了。这个工作一直做到1945年8月二战终了为止。我父亲是全身而退，回到